欢迎大家来到大叔新闻台。今天的大叔新闻台呢，由我跟灿叔一起来说明今天的新闻。灿叔，我们今天要聊的新闻非常的令人震惊。震惊，真的是对对，听说呢，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后，前总统，然后马上就对要竞选新的总统啊，这么一对个人，对，对，然后他竟然怎么了？他竟然怎么了？他竟然遭受枪击。然对，后我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赶快把电视打开，嗯，后来发现还好，这个枪击这个枪手他的子弹只有这个打中这个特朗普的右耳好像是，右耳，对对对对右耳，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对，啊。不过这件事情真的令人很惊讶因为这个你还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对，而且去年是什么时候？日本的首相还是前首相安倍啊，晋三对才被对对刺杀了，对不对？对就说对对这么快就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挺让人震惊的。就是台对，湾那边媒体是怎么说这件事情的？我很好奇。其实台湾的媒体目前还是采取中立的状态来报道这嗯件事情，因为说嗯。实话，这件事情第一个发生的很突然啊，对对，第二个呢，目前台湾的政府还摇摆不定，没有说特别支持哪一个哪一个政美党，对不对？国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对对所以现在媒体上的处理还有政府上的反应都比较中立。然后对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就事实上去报道而已。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针对这件事情没有很明确的立场。对，那灿我觉得这叔，个事情反倒可以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既有发生，幸好就是特朗普没有生命安危险，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反倒就是从大陆人的眼里看来，因为我刚才也刷了一下这个公众号，有几对个人已经很快更新的信息，我就看了一下一两篇，大概整体而言啊，大家都会说，反正从大陆人的眼光看来，是对，会强调就是美国这个已经有一些内部的一个撕裂。因为特朗嗯哼，普和这个拜登分别哦，就代表两种不同的阶层，就说美嗯哼，国其实有一定的这个阶级固化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大陆这对边的宣传口径大概是这样，但对，现在整体可能新闻才出来，大家还没有那么就是说偏向哪一边啊，是这个嗯，样子。可能很多同学还不晓得这则新闻所以我对对，想念一个简单的片段好的这个好的，新闻的片段。好，特朗普13日出席造势活动时，现场传出枪声后，他被迅速带离现场。他晚间透过社群媒体表示，子弹击中他的右耳，然后特朗普说，他马上感受到子弹穿过皮肤的撕裂感。哦，当时他的右耳流了很多血，于嗯嗯，是特朗普说他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枪击案发生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天佑美国”，然后也说美国发生这样的事令人震惊。不过我觉得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几次的枪击案好像有，我刚才看资料有4任总统都被直接枪杀的死掉了。我们最对，熟悉的应该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你们嗯，台湾叫什么来着？甘乃迪。差不多应该是，我们叫甘乃迪总统。对对对呃，对，这个算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美国枪击案，总统是将枪击后直接死亡的对，是现案件，任总统。我觉得这种现事情，任总统。而且我们也可以想到，美国这个枪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对，对，那第一位被枪杀的总统是林肯，哦对，哦，对对对对，是吧？解放黑奴、南北解放战争，黑奴，对对，对，嗯这些都是一些相关的事件，所嗯，以他是第一任被枪杀的美国总统。是，对，其实刚刚灿叔聊到美国枪支比较嗯泛滥的问题那我对，觉得这个一直是美国境内国内了在讨论的一嗯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枪支到底应不应该被禁止因对，为枪支虽然保护了人民的安全，因为美国的人民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支，但是嗯嗯这样的状况当然也造成很多枪支泛滥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确是美国一个社会上都一直非常关注的议题啊。不过这也感觉是个无解的议题。就从我们外人的角度会觉得为什么不禁止？但是呢，他们好像这个持枪的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就是美国历来崇尚就是自由嘛，他们是相对会比较强调个人的权利嘛，所以他们觉得拥有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情况下确实也保护了自己。比如说，有些我记得前一阵对亚裔的这个歧视的这个情况，很多亚裔的人在家里就被有枪。他没法确定他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他确实家里可能就得备枪。对这个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像茶叔说的，用了一个词很好，无解。无解。可能就算换了一个新的总统啊，有一个新的变化，可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顾及了，很难解决了。对，总是枪支能够保护一些人的安全，但是也总有一些人会使用枪支来犯罪。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解决啊。那灿叔，我们最后聊就是你觉得，我要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一次的枪击案对于川普啊，我们台湾叫川普了，一样，我们大陆有时候也叫川普，真的也会叫川普。好，新闻媒体里的会叫特朗普，但民间会叫他川普。对。灿叔，你觉得这一次川普的枪击案对于拜登跟川普的声势，或者是选民的意向，会不会有影响呢？会，说实话，因为我之前就是刚才你和我说的时候，因为新闻出来，你马上在微信群上和我说了嘛。对，我马上第一反应就是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自导自演的这么一个戏剧？因为在有些国家的这个政治层面里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后来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好像通过他们分析这些视频，应该更多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被击中的人会能引发人这个同情心。我是觉得反倒对他是有利的，我是这样想。对，这个就牵涉到台湾有一次选举啊，就是候选人是民进党的陈水扁跟国民党的连战，就在总统选举前的前一天，陈水扁遭到枪击，而且那时候呢情况不明，民众只知道他被枪击了，所以其他的消息都被封锁了。这个消息立即引发了选民的同情，所以本来国民党的连战是很有可能当选的。这个陈水扁被枪击的这个事情，因为陈水扁是前一天这么巧，就在选举前一天被枪击，枪击之后的状况一直被封锁，不明确，人民只知道他被枪击了，因此激发了人民的同情心。所以最后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赢了，而且获得连任，民进党就连任了。在台湾人民很容易这个有同情弱者的这种心态，所以因此呢，这个枪击案真的也扭转了整个选举的结果。那我们看到这次的美国选举，我个人也觉得很有可能会激发美国选民的同情心。因此，我觉得这个枪击案自导自演的可能性非常低了，非常低，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但是回到美国这一次的大选，我觉得包括了拜登这一次选举的表现非常的不好，然后引起很多选民的疑虑之外，还有当然拜登年纪很大了，这个也让选民觉得我们不要选一个年纪大的总统。再加上这次的枪击案，我觉得多多少少对特朗普的声势会有所提升。好，那今天就为大家聊这则重要的新闻啊，那希望这个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发表自己的看法。那这则新闻会上字幕，也希望大家呢把一些重要的词汇做一些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大叔新闻台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